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呢是要带你们来这个 Johor Bahru Skudai Kiri 的 Honda 永明啊，大家听到永明就应该会直接想到了啦，就是在大路边罢了。我相信你们大家应该都很期待，在你们期待的同时，我的肝已经烂掉了，因为今天呢就是要为你们带来全新的一款 Honda 小型 crossover， 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Honda WRV。这一台 Honda WRV 其实之前我已经到印尼拍摄过了啊，如果你们错过了那一部影片，然后又想看回去的话，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。在那一部影片呢，已经有为大家讲解过印尼版本的 WRV RS。那今天我身后是有两台哦，一台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WRV RS， 还有一台是 Stella Diamond Pearl 的新颜色。在画面上你们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，可是它其实是一个灰白色，而且是珍珠漆哦，看起来非常的好看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，Honda 最新产品 WRV。OK， 身边可以看到的是 RS 版本，还有一个 V 版本。V 版本就是在 RS 以下的一个版本。这一次有4个版本哦，有 S、有 E、有 V， 还有 RS。RS 是最顶配，但是这个 RS 版本不像 Honda City RS， 也不像 Honda Civic RS 那样有 Hybrid 版本。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 1500cc 自然进气引擎版本。4个版本都是一样的引擎规格，所以呢，引擎动力方面还有它的压箱反应方面，我们等到试驾的时候再来详细解说。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整台车的外观，还有 interior， 还有整台车的组装，它的造工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啊？像平时一样，从这辆车的车头开始讲起啊。这一个车头呢，跟我在印尼看的没有什么印象了，其实，但是我就觉得是一模一样。这个车头灯呢，它是 reflector LED headlamp， 里面整合了 DRL 还有 signal， 它的 signal 是序列式的 signal 灯。然后因为这一次是没有 hybrid版本嘛，没有 EHEV 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在车头的这个 logo 这边呢是没有看到蓝色的框框啦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Honda 3D 立体 logo。这个 logo 里面没有长短波雷达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中网部分有很多一颗一颗好像 diamond 这样小小颗的东西点缀啊。旁边这边有一个 RS 的字样。这个前面的中网呢，我觉得 RS 版本的真的是好看啊。如果是 V 或者其他版本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单调一点点，配色方面也是比较普通啊，就是一个 matte 的黑色啊，没有像这个星光点点的点缀啦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bumper 旁边有 fog lamp， 这个很明显是 LED 的 fog lamp。bumper 下方可以看到一个蛮大面积的防刮材质哦，这个就是 crossover 比较常用的设计元素。中间这边可以看到有这个我不确定叫什么，也不确定有没有什么扰流功效，但是如果在这边不小心撞到 divider 的话，你要喷漆回去是比较容易啦，我觉得，因为它跟车身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你只需要补一下气泥啊，打磨一下上色就 OK 了。前面 bumper 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看到短波雷达，但是其实这辆车是有完善的 Honda Sensing 系统啊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ADAS 啦。在大镜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颗镜头，那一颗镜头不是行车记录器啊，那一颗镜头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的。那这台车有没有行车记录器呢？这辆车没有 built-in 的行车记录器，但是如果你们要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 ，Honda 也是有卖 Honda 品牌的行车记录器，你们可以在出车之前叫 SA 帮你们下单，然后安装好。但是如果你驾的车不是 Honda， 你驾的车可能是其他品牌 Toyota Proton、Prodo 啊，你没有原装的行车记录器，那你又要找非常好用的行车记录器呢？当然是要选择70迈的行车记录器啦。70迈最近啊就发布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新产品，就是我手上这个好像 Pokemon Ball 一样的70迈 Omni， 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几乎360度无死角拍摄的全高清行车记录器，而且它还具备了 Motion Tracking 超级夜间模式，还有一个远程监控的 Parking Mode 啊。假如你的车park在外面，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随时通过你的手机连线这个70迈的 Omni， 全车360度四周的画面都可以通过你的手机软件来查看。它是具备语音控制功能，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叫它拍左边、拍右边，甚至拍 Vlog 都没有问题。之前我有拍过一个完
完整的介绍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或者留言置顶区那边的 link， 就可以查看更多关于这个70迈 Omni 的详细内容了啦。而且除了这个 Pokemon 的配色，还有另外一个黑色可以选择哦。这样好看的产品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。OK， 看完行车记录器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一辆 Honda WR-V。之前啊，我在印尼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哇，原来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台。不知道你们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哦？我相信你们到现场看的时候，也会觉得这辆车比想象中的小哦。它的确是比 HR-V 来的小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尺寸有一点点像 Ativa 这样子啦。OK， 不管是什么版本，我们都可以在它的左手边的 Side Mirror 这边看到有一个 Land Watch 的镜头哦。这一颗镜头是4个规格，4个版本都有的。然后我们在车顶没有看到一个置货架，然后开门的方式呢是用按的方式来解锁这台车，它是一颗按钮。这一台车的后门呢是跟 HR-V 一样哦，它的开门把手是在 C 柱旁边一点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我觉得这个 design 很好啦，我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你们在侧面看过去，就会觉得好像只有一个前方的门把手，比较 sport 啦，好像跑车一样。轮胎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RS 版本呢是一个17寸的铝圈黑银双色调，轮胎是 Continental Ultra Contact 6，尺寸是215/55R17，这个轮胎我觉得很不错了。来到车尾的部分呢，我觉得这个车尾是比起它的对手来的更加漂亮啦，尤其是这个尾灯啊，我本来就很喜欢 CD 的尾灯啊，然后这个尾灯也是很像 CD 的，里面是 LED 灯条，可是它的 signal 呢是普通的传统卤素灯泡啦。然后当然这一台车是没有电动尾盖，打开的方式是用一个电磁阀，然后要拉它起来，它才会打开啊，由左右2支液压顶杆把它顶上去。这个尾箱空间呢，老实讲就没有很大，我觉得2个18寸、20寸的行李箱应该就差不多满了。当然，如果把这个遮罩板打开来啊，有你们最喜欢的 spare tire 啦。现在有人买车很奇怪了，第一个先问有没有 spare tire， 这辆车有 spare tire， 可以放心买。OK， 现在我们来上一下这辆车的前座，看一下前座表现怎么样。OK， 希望这个光线大家看了觉得还可以啦，因为其实有一点暗哦。我们进到这个车的 interior，OK， 我们第一个感觉到的就是呢，它的尺寸其实没有很大，稍微小一点点，尤其是这个椅子，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它会比较小。Passenger side 的前方呢 ，dashboard 部分上面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，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个的皮革包覆的这个位置哦，然后有红色的车缝线，还有红色的框框，中间有一个小荧幕，这个小荧幕是可以做到左方的 Land Watch， 还有 Reverse Camera， 只有最低配是没有 Reverse Camera， 但是有 Land Watch 啊。这台车呢也具备了 Honda Sensing， 还有 ACC 自动跟车等等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它的方向盘上面看到有那些按键啊。这个 WR-V 的 meter 长得很普通，传统的指针式 RPM 跟指针式的时速表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荧幕，但是如果你喜欢看那个指针这样动啊，当然还是这种传统指针看起来更加 solid 啦。OK， 当然有一个小小的 armrest， 还有一个传统的 handbrake。这辆车是一个 CVT 变速箱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试驾的时候，我们会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 WR-V 的 CVT 变速箱配合起它的引擎，整个表现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啦。然后现在我们这样子看整辆车哦，是觉得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个实车真车的话，要去哪里看呢？johor bahru的朋友，你们都可以到 Skudai Kiri 这边的永明，可以看到这里有2台哦，一台是 RS 版，一台是 V 版本。V 版本的那个颜色真的非常好看哦，强烈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，因为看 video 你一定是把它当成白色罢了，可是现场看真的不一样，它不是普通的白。OK， 现在我们来上一下这台车的后座，体验一下这个后座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啊。其实我觉得它的后座还蛮 surprise 的嘞，我觉得比我的 Vios 来的更加宽敞啊。唯一输给我的 Vios 的一个点应该就是它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小的车内空间应该也不太需要后座冷气出风口啦。这个空间感不错，头顶空间也还很远，腿部的这个膝部空间也还很远啊，但是腿部的这个支撑就稍微少一点点啦，还会比较短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。然后最爽的就是这台车的后座是有 armrest 的，我们可以在中间的位置翻下一个 armrest， 就可以把你的手靠在上面，会比较舒服啦，不错嘞。这辆车的后座虽然我在印尼已经看过了，可是我忘记了啦，没有什么印象。现在又再看多一次它的后座，真的觉得这个车的后座可以啊，真的不像是一辆小型的 crossover。做长途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比我的 Vios 来得更舒适啦。OK， 所以今天的这个简短的介绍大概就先到这边。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真实的这个 WR-V 的话，新山的朋友不要忘
忘记 Skudai Kiri 这边的永明 Honda 啊，这边就可以看到了啦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详情，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还有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，在我的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哦。想要下定 Honda WRV 或者其他车款的话，都可以联络他们啦。那下一集呢，将会是试驾这一台 WRV 的影片，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影片了啦。好，今天这一集大概就先到这里，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